瑞宝、辉宝又是被江爷爷偷窥的一天。姐妹俩看到爷爷在后，就开始在园区放肆的整活，不断的想引起爷爷的注意。瑞宝在雪坡上独守着这一捧竹子，辉宝看到后立马就过来抢。辉宝爬上来后，自然的坐在了瑞宝的前面，一下就给所有的竹子占为己有。辉宝惬意的躺下之后，拉过一根竹子，瑞宝刚好也能够着。这一下瑞宝都不用扶了，辉宝成了瑞宝的全自动拿竹子机器。瑞宝吃完，辉宝就立马拿新的过来。瑞宝的机智透露在各种细节里。辉宝吃着吃着，小肚子传来了感觉。辉宝走下坡，选了一个最耀眼的位置，同时还面对着爷爷，屁股朝着姨姨们，便开始了产青团。辉宝吃饱了，开始四处捣乱。不过很快，瑞宝就反给辉宝压在了身下，接着就是俩人一起摔下了坡，消失在了画面当中。以前辉宝还能仗着自己体重的优势欺负瑞宝，现在体重也没优势了，小腿也没瑞宝的大长腿灵活。瑞宝揍完辉宝，很快就爬了上去。而等辉宝往上爬时，瑞宝就在上面堵着。辉宝一上来，瑞宝就又给辉宝推了下去。而今天姐妹俩下班没有了送爷爷的抱抱，晚上下班前，爱宝坐在中间，辉宝在左，瑞宝在右，像是俩门神一般。一家三口一起在小棚子上吃着竹子，直到爱宝吃饱。爱宝吃饱，姐妹俩也不吃了。姐妹俩看到妈妈去叫奶爸开门，悄悄跟在了后面。现在瑞宝、辉宝回家就是这么简单。以前那两只会赖在园区不走的瑞宝、辉宝已经消失不见了。瑞宝这个将竹子拖到草棚里来吃的行为，真是既继承了爸爸乐宝的干净，又继承了妈妈的贪吃。以前福宝是只继承了妈妈的贪吃，跟干净毫不沾边。可能是宋3岁给福宝的影响，认为自己的青团跟自己的竹子是一样干净的。因为宋3岁经常在福宝吃竹子时，当着福宝的面玩福宝的青团，所以这让福宝在产青团时给姨姨们都看红了脸。但福宝却丝毫不避讳，总是就是怎么舒服怎么来。上面还在吃着竹子，感觉上来了，只需要一侧身，福宝的青团就出来了。甚至青团出来的同时，福宝手上吃竹子的动作还没有停，甚至有些时候画面过于美丽，姨姨们都放不出来。如果说这些都能接受的话，那这出现在门上的青团姨姨们就有点没法理解了。就连宋3岁也没法理解，这到底是怎么上去的？宋3岁抱着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心态去调来了监控，监控中显示半夜一个黑白的身影爬上栅栏，空降2颗炸弹后又从栅栏上下去了。没错，这个黑白身影就是福宝。而瑞宝这里之所以干净且卫生，是因为瑞宝产青团讲究地点与位置。瑞宝吃着竹子，突然想产青团了，瑞宝感觉来不及了，嘴里的竹叶都没来得及吐掉，直接拖着长长的竹子走到了草丛里。定点如厕这个习惯简直不要太可爱，就跟他爸爸总是习惯在他的自动马桶上产青团一样。瑞宝真是爱宝和乐宝优点的结合体。瑞宝在地上耍赖打滚，想让妈妈抱抱。爱宝早就免疫了辉宝这套卖萌招数，看都不看辉宝一眼。辉宝这下急了，妈妈这是不爱我了吗？辉宝想抱住妈妈的腿，可妈妈走太快了，辉宝就一直蹬着小短腿在后面紧追不舍。爱宝很无奈，那就坐下来等等这个小宝贝吧，看看他想干嘛。辉宝搂着爱宝的脖子不断向上爬，似乎想让妈妈背他。可是辉宝忘了，他可不是以前的小宝宝。按照最新的数据，辉宝已经86斤了。如今辉宝走路都带风，妈妈爱宝可承受不住辉宝的重量，爱宝身子倒了下去。糟糕，南川竹遭到了暴击。南川宝估计也没想到，明明是母慈女孝名场面，怎么突然就牵连到自己了？不过看起来南川宝只是被压得倒伏了，没什么大碍。南川宝生在宝家也早已经是千锤百炼了，这些小场面不算什么。而辉宝摔了这一下，似乎已经晕头转向了。爱宝看到辉宝突然趴着不动了，起身后赶紧去查看辉宝状态。爱宝心想，这孩子不会摔傻了吧？爱宝用嘴撞了一下辉宝，辉宝光速转身正对着妈妈。辉宝这是想吓妈妈一大跳，不过妈妈已经是老江湖了，这个小招数对他可没有用。他看到辉宝没事就放心了，用熊掌抚摸了一下辉宝的脸，然后转身离开。爱宝这负责任又有边界感的模样，真的令人动容。此刻将爷爷的胜负欲直接拉满，看得将爷爷激动了。原因是因为这2天永宽和江爷爷一直在客串爱宝乐园的会场。昨天宋爷爷结束演讲后跟江爷爷炫耀，来看自己的人数有431人，而今天江爷爷随便摸了个游客的编号进行抽奖，发现是441号，这说明来看自己的人比看永宽的人要多，这给小老头开心坏了。而永宽又莫名的输了。而这2天的会场，2个爷爷轮番爆料，
永宽直接声称想去看福宝是自己的新年愿望。 아마 여기에 저보다 더 많이 가서 보고 오셨을 것 같은데요, 그렇죠? 저도 얼른 가서 우리 부부장 잘 지내고 있는 후왕을 꼭 만나보고 맛있는 날을 바라고 바랍니다. 不知道这次永宽是不是又在吹牛皮？毕竟说去看福宝的事情，宋3岁已经说了好几遍了。这次永宽在演讲中，甚至直接给飞粉们提供了一个素材。永宽讲到，当时在送福宝走时，因为是下雨，那天自己和圣熙姨母站在一起，两人都打着伞，空间又小，一起打伞又站不开，于是俩人的伞开了又合了又开，俩人都要笑场了。永宽一回头发现江爷爷严肃中又带有一丝疑惑的看着自己的这个迷之操作，感觉下一秒自己就要挨批评了。江爷爷真是严格的时候严格，开玩笑的时候却丝毫没有架子。福宝是真害怕宋3岁，因为毫无边界感的宋3岁总是趁自己产青团的时候凑过来，而妈妈也没教过自己要保护青团，因为所有大熊猫在遇到宋3岁之前，也没人会惦记这东西。不过想必以后瑞宝在教育自己的孩子时，或许会多一条关于如何防卫自己青团的知识。宋3岁除了会令瑞宝害怕以外，还会令辉宝感到厌烦。辉宝在树上睡觉睡得好好的，宋3岁来到园区，开始在辉宝耳边碎碎念念。 아이고, 이모 털발도 아주 왕발이 됐네. 채우는 괜찮아? 채우는 안 떨어졌어. 몸이 따뜻해. 而之所以宋3岁会变成这样，其实是因为辉宝到了该回室内的时间了，还在睡觉，主要是怕温差太大，辉宝身体感冒。辉宝对宋3岁在自己耳旁的碎碎念念根本不理。宋3岁说他的，辉宝睡自己的。第二天，宋3岁借来了一个新的摄影工具，一个巨型的摇臂摄像机。瑞宝看到后，试图将其击落下来，但结果不小心滑到了坡下面。宋3岁摇晃着摇臂，就像是个大巨人，在背后跟着瑞宝挥本。不过辉宝很快就适应了，辉宝躺在相机下面，卖弄着自己的可爱，让宋3岁给自己拍好看点。一会儿瑞宝也凑了过来，瑞宝让辉宝矜持一点，收一下自己这不值钱的样子。为了让辉宝清醒，瑞宝踩了辉宝一脚，脸上沾满了落叶。辉宝一路紧跟着摇臂摄像机，想仔细研究一下，结果只忙着抬头了，忘记了脚下的路，一下就栽了下去。爷爷的小农田被一场大雪砸得乱七八糟。江爷爷看着这些歪倒的雪竹，决定不再对其进行抢救，而是将其全部裁剪掉，拿给宝家，让其饱餐一顿。江爷爷说干就干，自己亲手种植了1年的竹子，江爷爷全部给其砍掉了。江爷爷将这些雪竹进行了初步的处理，然后捆绑在了一起，扛到了车上带回了家。第二天，江爷爷来到宝家房间时，姐妹俩还没醒呢。江爷爷先是在旁边把盆奶准备好，瑞宝这里率先醒来。辉宝这里伸着自己的小脚丫醒着盹，先喝完盆奶的瑞宝抱住爷爷的大腿，表示爷爷是自己的，同时还用炫耀的眼神看着正在吃奶的妹妹。姐妹俩吃完盆奶，江爷爷来到竹子储藏室，将自己这些竹子进行了水洗清理，然后将自己的竹子和其他的竹子分开，打算看看宝家吃自己竹子的反应。此时在门口迎接江爷爷的是瑞宝，然后爱宝紧接着也跟了过来。爱宝和瑞宝都很是给面儿，为了爷爷的竹子抢了起来。这个季节的新鲜雪竹对宝家来说很是难得，江爷爷的这些雪竹对宝家来说可谓是在冬天吃了夏天的美食。一会辉宝也闻着味儿找了过来，这一下给江爷爷的情绪价值拉满了。一家3口抢着吃的画面让江爷爷越看越开心。江爷爷怕是要扩建自己的雪竹基地了，自己多种植一些雪竹，在冬天竹子缺乏时给宝家改善伙食。虽然爱宝和姐妹俩吃得很香，但决定于竹子好不好的关键抉择还是要看乐宝才行。江爷爷将自己的竹子给乐宝也送来了一捧，乐宝先是闻了闻，感觉味道可以，转身坐下开吃，能达到乐宝的用餐标准，这是对江爷爷最大的认可。这也表明这次江爷爷的竹子深受宝家全体成员的喜爱，从来没有见过的南川宝结果的样子，今天在江爷爷的小农场里见到了。南川宝是江爷爷喜欢的植物之一，而江爷爷也经常自称自己为南宝爷。以前福宝能感觉到江爷爷对南川宝有特殊的喜欢之情，所以经常用南川宝行为威胁江爷爷。江爷爷与南川宝这个植物在20年前就相识了，而自从有了福宝后，江爷爷觉得南川宝和大熊猫是如此的般配，就像是油菜花和大熊猫一样。而也是因为江爷爷的努力，现在宝家粉丝们一听到南川宝和油菜花，脑海中首先浮现的就是福宝的样子。
如果爱宝乐园推出南川宝盆栽，一定会卖爆。经过江爷爷这20几年里持续喜欢南川宝，最近江爷爷开始研究从种子开始种植南川宝了。以前江爷爷都是买幼苗来进行种植，今年南川宝在结果后，江爷爷将其全部收集了起来，将南川宝放在手中手搓子房，红色果实就会裂开，然后露出2颗种子，反复手搓，将种子和外皮剥离之后，在水里过滤，只提取出种子。如果在水中时有浮在水面的种子，这相当于是别谷，这些需要丢掉。将好的种子挑拣出来后，接着将其滤干水分，然后将土壤和种子混合，并放入洋葱网里，埋入深度适中的原地陆地。这就是露天埋藏法，是破除种子休眠催芽的典型方式之一。等冬天过去后，在早春重新拿出来，种在原地的一侧育芽。等芽发育生长良好，江爷爷首先想在宝家族的地盘里种植，这样自己亲自播种培育的南川宝应该会更有意义。所以江爷爷一直在期待。虽然是很轻率，但江爷爷认为这毕竟是带有目标的期待，所以值得一梦。是福宝营业结束的最后一天，在游客走后，2个爷爷悄悄地碎了。4年的时间仿佛一眨眼就过完了，没有人能够真正做到坦然地面对分离。2个爷爷偷偷躲在没人的角落，擦拭着眼角的泪水。第2天，宋爷爷给福宝的房间贴上了进行区域，并在自己的防护服上写上了自己的名字。穿戴整齐，宋爷爷走进了福宝的隔离房间，为福宝清理青团和吃剩的竹子。宋爷爷穿上衣服后，福宝不敢靠近了。宋爷爷陪着福宝适应了好一会儿，才让福宝重新适应自己这身打扮。而在外面的引导员怡怡今天在播报时一个慌神，报错了等待时长，原本20分钟的排队时间播报成了200分鐘。怡怡表示，今天和昨天的落差有点大。현재 예상 대기 시간 약 200분밖에 되지 않습니다. 200분이라고 했어. 다시. 이상하시지 마시고. 어제랑 오늘의 차이가 너무 심해서. 要知道，昨天福宝最后一天营业的排队时间高达400分钟，而与此同时，江爷爷这里开始为福宝做回家的准备了。这是当年爱宝来韩国时所使用的笼子，江爷爷对其进行了翻新。为了感觉福宝在里面会不会舒服，江爷爷好几次亲身坐在里面尝试。之后，饲养员开始模拟演练运输福宝的过程，反复尝试，直至熟能生巧。熟记路线后，爷爷们开始让福宝熟悉运输笼。此时陪伴福宝的是宋爷爷。这1个月里，每个饲养员看上去都很平静，但平静的背后一定是隐藏了一场巨大的暴风雨。瑞宝、辉宝的叛逆则是淘气，而爱宝的小淘气则是满脸宠溺的笑容。爱宝下午独自出室外营业时，盯上了园区的一根竹子，拉到身边后便直接开口。老宋头和姨姨们看到这模样一时愣了神，倒不是因为爱宝破坏竹子，而是爱宝的这个样子像极了福宝，尤其是爱宝的这个侧脸。这根竹子被掰得蜿蜒曲折，但竹子身上满是新嫩的竹叶。爱宝没打算吃竹茎，而是将这些竹叶摘下来吃了个干净。而永宽在旁边只会噎啵噎啵。永宽看爱宝这样也不会有危险，便放任爱宝继续了。之后，永宽来到了室内园区，姐妹俩今天下午乖巧的很，不但没有睡懒觉，而且还很配合永宽跟永宽玩。辉宝在树上躺太久了，打算下来，而永宽这时偷溜了过来，在树下接住了辉宝。辉宝感觉自己屁股离地了，没了摩擦力，自己下不去了。宋3岁这是又调皮了。宋3岁这趟是来园区收拾竹子的，将竹子收拾好，宋3岁扛着竹子离开。不过很快又回来了，这趟回来是来接姐妹俩回家的。这趟宋3岁也没有空手来，而是带来了小零食。不过这趟姐妹俩互换了位置，辉宝爬回了树上，瑞宝又从树上下来了。宋3岁坐在小床上，不断的投喂着瑞宝。辉宝在树上看姐姐在树下吃了半天，实在忍不住了，赶紧从树上下来。不过瑞宝这里一直没吃够，还在不断问宋3岁要新的。宋3岁让瑞宝给辉宝留一点。宋3岁把自己提前留好的这一块喂给了辉宝。喂完小零食，宋3岁回去了，给通道门打开了。姐妹俩也没有留意，麻溜的从小亭子上下来回了家。今天宋爷爷为爱宝扫的落叶，爱宝没完，今天瑞宝、辉宝玩上了。姐妹俩在这落叶堆里打滚，给落叶粘在身上的样子，真是可爱极了。可能辉宝也感觉到了瑞宝的可爱，可爱到想要咬姐姐一口的程度。玩完落叶后，瑞宝这里开始往树上爬，结果瑞宝这里刚爬上树，爱宝就开始往通道门口走。没事干的辉宝就这样跟着妈妈。瑞宝这里突然慌了，以为妈妈是要跟妹妹回家呢，但下到一半发现妈妈又回来了。瑞宝这里这次多少有点尴尬了，
一向聪明睿智的瑞宝也有判断失误的时候。辉宝看到姐姐从树上下来了，立马加快步伐冲了过来，然后爬上小树，霸占了小亮台。瑞宝故作淡定表示，小亮台自己是玩够了，才让给妹妹的。而辉宝的小脑袋瓜哪管这个，辉宝只觉得在小亮台上晒太阳很舒服。突然，辉宝发觉有奇怪的声音，辉宝立马警觉了起来。回头一看，原来是姐姐从自己背后上来了。为了报姐姐刚才吓自己的仇，辉宝咬了瑞宝一口。今天的太阳有点大，姐妹俩在小亮台上都眯着眼，眼睛根本睁不开。最后辉宝先受不了阳光的直射，选择从小树上下来。瑞宝这时仿佛已经适应了太阳光，惬意的直接仰面躺了下来，享受的接受着阳光的沐浴。最后都眯眯眼了，感觉爷爷要是再不开门让他们回去的话，瑞宝都要睡在树上了。而辉宝这里则跑来了窗前，又跟姨姨们玩起了粉丝见面会。果然人多了就容易分不清谁是谁，爱宝又揍错人了。早上一出门，瑞宝的反骨就上来了，追在爱宝屁股后面，不断的咬妈妈，一会儿咬妈妈的脚丫，一会儿咬妈妈的后背。瑞宝此时还没有触发爱宝生气的点，所以爱宝对瑞宝的小动作并没有在意。爱宝走到通道门口，发现门没开，转身又走了回去。而跟在身后的瑞宝走得太急，左脚右脚绊倒，导致自己吓了爱宝一跳。爱宝转头看了一眼瑞宝这个倒霉样子，但却转头生气的给了辉宝一巴掌。辉宝无辜躺枪。辉宝表示，虽然自己和姐姐长得很像，但本质上自己和姐姐是两个人。人在生气的时候一定不要去凑热闹，容易被波及。熊也一样。一会儿瑞宝又调皮的从坡上滚到了爱宝身边，爱宝一巴掌拍在瑞宝的脸上，这力气怕是有点大了，直接给瑞宝拍到了坡下。这一次倒是没打错，但是福宝小时候爱宝揍娃就清晰很多了。以前福宝的时候就不会出现打错的情况，园区只有爱宝和福宝两人，只要东西或事情被搞砸了，那就打福宝就对了。这也导致福宝小时候一个人承受的太多，路还没走稳时就开始挨揍了。不过爱宝从来没有揍错过，不只是因为福宝是自己不会搞错对象，更是因为福宝小时候每顿揍，姨姨们都能帮他找到原因。爱宝趴在小树上，看着瑞宝、辉宝身旁的嫩竹叶，都流口水了。爱宝左思右想了一下，最后没有去抢瑞宝、辉宝的竹子，还是选择将竹子留给瑞宝、辉宝。不过一会让爷爷看到爱宝也想吃这种竹子后，就给爱宝也送来了一捧。每种竹子的营养价值是不一样的，瑞宝、辉宝的竹子看上去鲜嫩竹叶小，但没有爱宝常吃的雪竹营养价值高。爱宝可能只是感觉这种竹子好看，爷爷真给爱宝送来了，爱宝并不想吃。爱宝闻了一下就知道没有自己的雪竹好。而瑞宝、辉宝这里就不一样了，这样的小而茂密的竹叶会让姐妹俩有种被包裹的感觉，而且还好咀嚼。辉宝在树上一番折腾，给自己竹子弄到地上了。辉宝转身来抢姐姐的竹子，从姐姐手里抢来的竹子就是好吃，吃了2口，辉宝又不想吃了，小手一松又给竹子丢了。丢完自己手里的竹子，又起身继续抢姐姐的。辉宝永远都认为姐姐手里的竹子要比自己的竹子好吃。而这时刚好爱宝走了过来，爱宝看到了被扔在地上的竹子。爱宝最讨厌浪费食物，爱宝走到竹子边，给竹子捡了起来，将其吃掉了。而树上的辉宝吃着吃着吃困了，在树上给自己调整了个位置，睡觉之前还宠溺地看了一下姐姐，然后趴在小树上开始了睡觉。有姐姐陪在身边，辉宝睡得很踏实。这是第一天韩国下大雪时，因为路上的雪太大了，而且都没有清理，永宽没法开车去爱宝乐园，所以便打着一把小雨伞徒步走去爱宝乐园。永宽相对于如何去园区更担心的是昨晚瑞宝、辉宝的状态如何。永宽表示，要是知道能下这么大的雪，自己昨晚就不回家了，留在园区陪瑞宝、辉宝好了。看着这条路上这几条脚印，说明今天没几个人出门上班，但永宽一步一个脚印走的是这般坚毅。来到园区后，姐妹俩状态还不错，虽然外面大雪飞扬，但是瑞宝、辉宝这里温暖如春。永宽拿着一根竹竿，让瑞宝、辉宝出体验体检的感觉。姐妹俩一个比一个认真，抢着将头钻进体检台的空间里，但是放错了部位，应该放手的地方，姐妹俩却将自己嘴巴放了出来，是因为这样可以离小零食更近一点。一会儿永宽出门打扫室外园区的雪，辉宝这里频繁来到通道门口，示意自己想要去室外园区玩。永宽不断讲解着大道理，表示辉宝不能出来。最后辉宝真的离开了，当然并不是因为辉宝听懂了，而是被永宽的碎嘴子念叨跑的。辉宝表示碎碎念念的听得我脑壳疼。虽然不能去室外，但永宽给姐妹俩送来了胡萝卜。吃到胡萝卜的辉宝
虽然去不了室外，但有了胡萝卜也很知足了。爷爷夸赞辉宝现在的体检姿势和妈妈一样标准了，只是小手有点短。爷爷对辉宝表达了认可，但是现在是爱宝的体检时间，爱宝艰难的给辉宝挤到一边，被挤出去的辉宝左顾右盼着，看看还有没有空间自己可以钻过去。辉宝看准了妈妈的下怀，一下就钻了过去。而此时瑞宝这里也很努力，下面的洞再大点，瑞宝都快钻出去了。很快辉宝也凑了过来，两个大小只能塞出嘴巴的地方成了姐妹俩索要小零食的位置。爷爷没让姐妹俩白努力，统一的给姐妹俩个头喂了一块。爱宝测量完血压，轮到乐宝了。从第一天的满身抗拒到现在的泰然自若，乐宝的进步很大。爷爷夸赞乐宝的手臂真是又帅气又壮实，不知道会不会有一天乐宝的手臂会粗壮到伸不出来。给宝家体检完，将爷爷领着圣西姨母来到了爱宝乐园的银杏树林里，在地上捡着掉落的银杏叶。捡完落叶，爷爷和姨母就立马让爱宝玩上了。爱宝在玩耍落叶时的样子宛如美女沐浴。一会儿辉宝也过来凑热闹，辉宝和妈妈一样深陷其中无法自拔。瑞宝摆烂又出新姿势，由于过于喜欢这个姿势，走前瑞宝还特意在上面打上了重重的标记。这时圣西姨母来到园区收熊了，姐妹俩表达喜欢的方式就是在喜欢的事物面前蜷缩在一团打个滚。圣西姨母拖着辉宝的屁股给辉宝抬了起来，因为辉宝压着圣西姨母的脖子。辉宝心想，我这么卖力的吸引姨母，姨母居然只在意这根破竹子。一会儿圣西姨母离开去放竹子，结果姐妹俩这里又悄悄爬上了树。姨母今天嗓子有些哑，都喊不出声了。于是圣西姨母用对讲机向宋爷爷求助。송파오님 중심, 제 얼굴을 보자마자 도망가버린 루이를 보며 감상문이 2장 나올 것 같습니다. 아니에요. 圣西姨母惨遭拒绝，只能自己想办法。圣西姨母还是用了小零食来诱惑姐妹俩。瑞宝最懂姨母的心，眼看姨母嗓子不舒服，也不为难姨母了。看似是不为难姨母，实际上是全凭姨母力气大，给瑞宝拖回去。给瑞宝塞进通道门口后，姨母赶紧跑回房间关门，但是瑞宝的动作比姨母还要快，瑞宝又掉头跑出来，姨母白忙活一阵，最后老宋头还是出手帮忙了。瑞宝是被抱回去的，但到了辉宝这里却是被姨母拖回去的。辉宝感觉自己受到了不公的待遇，但又感觉这样被拖回家还蛮舒服的。辉宝现在的体重就算是姨母也不敢轻易尝试抱起来，万一抱不动走一半掉地上，姨母年纪轻轻就得失业了。今天瑞宝的体重突然就追上来了，瑞宝真是厚积薄发了。现在瑞宝辉宝的体重都是38千克了，但是也有一好奇，为什么辉宝的体重不涨了？根据这2天姐妹俩的运动量来看，这个体重是合理的，因为这周瑞宝大部分时间都在树上睡觉，而辉宝这周每周都有去室外玩耍，一天也没落下过。瑞宝不运动，所以体重就直线上升。而姐妹俩每天在吃同样食物的情况下，辉宝一直处于消耗体力的状态，所以辉宝的体重一直都在原地踏步。如果照这个情况下去，瑞宝一直懒洋洋的，辉宝一直活力旺盛，瑞宝很有可能反超辉宝的体重，所以这都是正常现象，姨姨们不用担心。姐妹俩由于最近在室外园区玩耍的太过于快乐，现在回室内园区后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计划，回来后就想去到独木桥上睡觉，一睡就睡到下班点。而今天下班点到了时，姐妹俩就又睡过头了。而爱宝现在已经不管姐妹俩了，到点就让奶爸开门，表示自己是不会加班的。爱宝坐在通道门口前催促着奶爸。老宋头听到爱宝的声音，意识到爱宝已经着急了，于是赶紧先给爱宝把门打开，让爱宝先回家。姐妹俩这里此时只有辉宝醒了，但辉宝也不想下来，就在树上发呆，直到看到老宋头走来，辉宝爬到了姐姐这一侧。辉宝早就看到老宋头手里的小零食了，而这时瑞宝也醒了。老宋头先是将小零食喂给了离自己最近的瑞宝，这让辉宝有点不满意，表示明明是自己先看到的爷爷。老宋头喂完小零食后，坐在了小亭子的护栏上。辉宝吃完一块小零食，意犹未尽，辉宝一个单臂小回旋从树上下来，他爹的那点本领辉宝全遗传过来了。辉宝走到老宋头身边，继续要吃的。辉宝和老宋头在树下用小零食缠着树上的瑞宝，但老宋头并没有给树上的瑞宝缠下来，反而是给自己手里的小零食喂光了。老宋头走下小亭子，站在小汽车上，跟瑞宝尝试了一下眼神对视，但这无意间的举动却给瑞宝耍得团团转。在老宋头一次一次的呼喊和跟辉宝的宠溺玩闹下，瑞宝终于忍不住的从树上下来了。
瑞宝从树上下来后，老宋头将自己最后一块小零食喂给了瑞宝，然后老宋头转移了阵地，走去了通道门口等姐妹俩。姐妹俩吃完小零食后变得乖巧听话了，很快就跟了上来。眼看姐妹俩都过来了，老宋头走去了房间去给姐妹俩开门。通道门打开后，姐妹俩便乖乖地走回了家。虽然零食福宝一口也捞不着，但是妈妈的爱将福宝填得满满的。一会儿妈妈吃完，福宝有点不开心了，自己蹲在角落，自己跟自己玩。爷爷这时来到房间，试图哄福宝开心。心情好转的福宝开始在妈妈饮水盆上折腾。福宝从小就练爬妈妈饮水盆的动作。一会儿福宝被妈妈发现了，被妈妈拖到了床上。爱宝让福宝在床上待着，不要乱跑。福宝本来是听妈妈的话的，但由于自己对环境的好奇，在床上爬着爬着就给自己爬没了，动作没有丝毫的拖泥带水。福宝摔下来后怕妈妈发现，又拼命的想给自己爬上去。就在福宝不断努力时，突然腾空飞起。原来爱宝早就发现了福宝，爱宝让福宝体验了一下起飞的感觉。爱宝将福宝拖到角落，这一刻福宝只能属于爱宝，福宝哪都不能去，只能陪着妈妈，除非爷爷又给爱宝送来了窝头。爷爷这时将室外的门打开了，让爱宝和福宝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福宝跟妈妈出来后胆子小小的，没有了刚才在室内时的调皮，而是时刻跟在妈妈屁股后面，妈妈去哪儿福宝就去哪儿。一会儿福宝趴在门口睡着了，爷爷将门打开，福宝从小平台上掉了下来。此时福宝还没睡够，只是睁开眼看了一眼，然后给自己翻了个身，继续睡去。因为有妈妈在的地方，福宝就有安全感。一会儿爱宝回室内，福宝立马就醒了过来，表示让妈妈不要走这么快，等等自己。宋爷爷扛着竹子走进福宝的园区，手里还给福宝带了一块大窝头。此时福宝正坐在树上，看着爷爷扛着竹子进来，将竹子和窝头放下。宋爷爷示意福宝记得下来吃东西，之后便离开了。福宝在树上呆坐了一会儿，还抬头看了看天空。福宝坐在树上眯着小眼睛，感觉福宝随时都能睡过去。福宝昨晚肯定又熬夜了，没少被隔壁301住户投诉。福宝黑眼圈越来越重，都成夜猫子了。福宝索性直接爬了下来，防止自己睡着，再一不小心从树上掉下来。福宝惬意地趴在树上，眼睛看向远处，看着看着眼睛就闭上了。等福宝快睡着时，福宝又立马坐了起来。福宝是在和自己的困意做抗争，自己不想睡，但又控制不住自己的眼皮。福宝反复如此，而小木床上的竹子和窝头也没有去吃，直到最后福宝彻底抵抗不住眼皮的重力，趴在小树上小睡了一会儿。中午，宋爷爷又来到了园区，继续给福宝放置着竹子以及胡萝卜。宋爷爷走后，关门的声音使福宝醒了过来。福宝坐在树上望着小亭子上的胡萝卜，口水都流下来了，但始终没有挪动屁股从树上下来。福宝最近有点懒到不想吃饭。一会儿姨姨重新排队再来看福宝时，福宝终于从树上下来了。福宝来到小木床上，先是将窝头吃完，然后吃起了竹子。福宝要是再瘦下去，两个爷爷都要内疚坏了。福宝坐在小躺椅上，细嚼慢咽地吃着竹子。福宝的状态看上去，那就是生活悠闲且自在，不慌不忙，不紧不慢地吃着。而与此同时，乐宝也正在营业。乐宝抓着树干一个单臂旋转，去到树上，迷得场外的姨姨们惊叫连连。乐宝则表示基本操作，不需要大惊小怪。这父女俩全身上下都是火。昨天辉宝烦了爱宝一晚上，早上江爷爷刚来，爱宝就叼起辉宝，想让奶爸给其带走，表示自己不想要了。一会儿爷爷打扫完房间后，让爱宝先出来吃饭，而自己则是继续去打扫另一个房间。在爷爷打扫房间时，瑞宝走到爷爷身边，紧紧抱着爷爷的大腿，想让爷爷陪自己玩。瑞宝抓着爷爷大腿，被爷爷拖来拖去的，但瑞宝就是不放手，甚至还觉得这样有点好玩。打扫完卫生，便到了给两只熊猫宝宝喂奶的时间了。爷爷怕辉宝喝不到，还帮辉宝扶着奶盆，而辉宝则表示自己已经长大了，表示自己不用扶了，让爷爷放下，要自己喝。两只熊猫宝宝喝完奶，被爷爷拖回房间。拖到身边后，爷爷又给辉宝和瑞宝擦了擦身体，然后俩熊便一熊抱着一只靴子进行啃咬。好在爱宝只生了2只，如果3只的话，爷爷的靴子还不够分呢。忙碌了一上午，下午爷爷来到爱宝房间时，爱宝正在和熊猫宝宝们睡觉。爷爷看着爱宝这个样子，不断念着耶波耶波，意思是夸爱宝漂亮，全身上下都漂亮。一会儿熊猫宝宝们睡醒后便开始了打闹，
每次打闹基本都是辉宝占上风，除非辉宝不想玩了，瑞宝才能占到辉宝的便宜，趁机给辉宝压到身下。姐妹俩在一旁打闹着，而爷爷在一旁耶波耶波着。俩姐妹打着打着，注意力便到了爷爷这里。瑞宝率先对爷爷发起攻击，给爷爷的手机镜头都从后置摄像头撞成前置摄像头了。不过好在熊猫宝宝们都还小，爷爷很快就给瑞宝和辉宝降服了。辉宝在爷爷的手底下一动不敢动，甚至还有点享受。第二天早上，爷爷来看爱宝，此时瑞宝和辉宝蹲坐在房间的门口，像是想要出去玩耍。瑞宝和辉宝这小小的身影简直不要太可爱。爷爷让爱宝将2只熊猫宝宝带回房间，爱宝走到2只熊猫宝宝房间后，对其说了点什么。